机会见着，估计没有吧。B 职员讥讽道，她会有男朋友，这真是个笑话。C 职员见到从厕所那间里面出来的林一，吓得嘴巴张得老大，倒是 B 职员没有看到林一，仍在那里癫笑。闲着没事干。林一打开水龙头，慢慢悠悠地洗着手，看着镜子呆愣的3个人，笑道，真没事干。有。A 职员和 C 职员忙拉着没有反应过来的 B 职员跑出了厕所间。林一洗完手，瞧着镜子里自己的面容，自语道，我看上去像是没男人的女人吗？下班后，几个八卦的职员看着酒店门口来接林一的车子，眼睛瞪得死大，完全不可置信。其实平时林一也不会这么招摇，让顾其东到酒店门口来接他，都是让顾其东把车子停在不远处的那个公交车站口。可是今天在厕所里听了一些八卦，顾其东说要来酒店门口接他，他也没有拒绝。林一也不过是个普通女人，是有虚弱心的，她和顾其东是正常的夫妻关系，又不是见不得人。顾其东见林一从上车起就一直咧着嘴，心情似乎很好，他也不由得笑了，问，有什么高兴的事情？没有啊。林一说，他怎么会跟顾其东说是因为看到他的那一帮手下惊愕的眼神而笑？他现在觉得自己的行为也怪幼稚的。顾其东瞧了瞧林一的着装，要不要先去逛商场，换身衣服回家？林一瞧了瞧身上的职业套装，很正统，想到今天是陪顾其东去春秋园，穿成这样似乎真的有点不太合适，于是点了点头。顾其东将车开向商城，直接带着林一去了一家名牌服装店。林一没有想到会在那里见到陈素素，其实林一对陈素素并没有多大的好感，一半是因为同性相斥，另一半原因是陈素素和顾其东的渊源。让林一不太高兴，毕竟没有一个女人会喜欢看到自己的男人跟另一个女人走得太近，即使他们没有一丝的男女之情。素素，给林一挑一件适合的衣服，我要带她回家。顾其东直接将林一交给了陈素素。林一本来还没有什么多大感觉，可是听到顾其东亲切地喊素素，他就心里老大不爽了。林小姐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衣服？陈素素倒是挺喜欢林一这个真性情的女人。林一不冷不淡地说，你因为问问顾其东他妈喜欢什么类型的衣服，去见他的母亲，是要他母亲喜欢？可怕是他再怎么打扮的和顾其东母亲的心意，顾其东的母亲都是不会喜欢他的。陈素素瑟瑟的笑，也不知道如何作答了，干脆凭自己的想法给林一挑选衣服。林一看在一旁沙发上坐着看杂志的男人，突然觉得自己又小心眼了，一丁点事都没有，就在这里自己干生气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自我反省了一会儿，就配合着陈素素换衣服。没想到的是，陈素素竟然给林一选了一条粉色的时尚旗袍，古典去不古板，十分的好看。陈素素又顺便给林一盘了一个头发，配上身上的衣服，真是美极了。顾其东放下手里的杂志，抬眼看向林一，也不禁惊得了。素素，你真行。林一昂头道，顾其东你真是说的什么话？这男人也不知道夸夸自己的女人，倒是先夸奖起了旁边的女人。很美。顾其东对着林一说道，勾唇轻笑，他的女人怕是有点吃醋了，他就是喜欢他偶尔吃味跟他别扭的样子。林一瞪了他一眼，你是衣服美还是我美？女人啊，有时候就是喜欢为难男人，也喜欢无理取闹。顾其东站起身走向林一，握住他的手，轻轻的摩挲，又贴在脸上，低沉道，医美人更美。这还差不多。陈素素在一旁看不下去，你们俩就别膈应我这个孤家寡人了。陈小姐，不如改日我给你介绍个男人吧，早点把你嫁出去，免得缠着我家顾爷。林一心里这般想着。那感情好，我还真缺一个男人呢。陈素素应道。出了商城，林一问顾其东，陈素素没有交过男朋友吗？你什么时候爱八卦了？顾其东笑道，我不就是随口问问吗？顾其东回忆了一番，道，我认识她这些年，没有见过她有男朋友。
一个正常的女人都不可能这么长时间没有交男朋友，你说她为什么不找男朋友呢？林一又问。照你这么说，你在国外的5年是不是找男朋友了？顾其东试探着问。去你的，那个时候我心里全是你，哪有那个心找男人？我倒是想要找来着，可以忘掉你，可是每当我跟男人约会的时候，脑子想的全是你。你说，你怎么这么阴魂不散呢？林一说的是心里话，不是都说忘记一段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另一段恋情。曾经林一有想过找个男人谈恋爱，可是都没有成功。顾其东笑，听到自己女人的这番话，他的心里是高兴的。林一突然一拍手，对了，那么陈素素会不会因为忘却不了一个男人而没有找男朋友？听林一这么一说，顾其东也就想起了陈素素曾经说过的话，他似乎说过他是个已婚人士。林一惊愕地说不出话。两人八卦无果，车子也已经开入了春秋园，两人默契的没有再说话。春秋园，一辆白色 XXXX 稳稳地停在院子门口，顾其东率先下车，随后把副驾驶上的车门打开，林一很自然地把手交给顾其东，由他扶他下车。等在院子门口的张慧欣见到穿着一身旗袍在林一，顿时就傻眼了。其实今天的这场晚餐是张慧欣打电话让顾其东回来吃的，可是没有想到顾其东会带林一过来，他本来还打算借他父亲之死逼着顾其东跟林一提出离婚。现下林一在了，张慧欣也没有机会和顾其东好好说话。顾其东没有在意母亲的神色，搂着林一就往院子里走。妈！喊了一声。顾其东的母亲鼻哼了一声，转身就往房子里走，甩动了脖子上戴着的围巾。进了门，顾老爷子就坐在大厅里，瞧了眼顾其东搂着媳妇保护的那劲，抿着嘴笑了。顾爷爷见着林一倒是挺高兴的，他人老可是心不糊涂，明白一些事情并不是人家林一的错。这个女孩子他打听过，是个不错的女孩，而且他们家祁东喜欢得很。祁东喜欢，他老爷子也就跟着喜欢，更喜欢的是能早点抱上曾孙子。爷爷，顾祁东扯了扯林一的衣角，林一也跟着喊了一声爷爷，让顾老爷子笑歪了嘴，倒是一旁的张慧欣气得瞪眼。这场面老爷子在，他即使心里再不满，再生气也不会发飙。饭菜做好了，就等你们2个来，来，快去做好吃饭。老爷子开话，哪有人不听的？一桌的家常菜，色香味俱全。顾祁东给老爷子加了一些他爱吃的菜，又给他妈妈加了一些菜。林一不是小家子气的女人，可这种场面她也大气不起来，唯有低头吃饭。爷爷，我和林一早已登记结婚了。饭吃到一半，顾祁东说了这么一句话。张慧欣筷子一顿，抬头看向顾祁东和林一，心里气得跟什么似的，是没有想到他儿子这个时候来跟老爷子说他和林一的事情，这下想让他们离婚可就难了。想到上次将林一的父亲给绑来，就不应该这么容易放过林一。当时他一心想着不能让林一生下顾祁东的孩子，可这下离婚的事情难办了。顾老爷子也是错愕了半分，回过神来拉下了脸。祁东，你这是干的什么事？爷爷，顾祁东正想解释，可顾老爷子把话给接了下去，娶了人家女孩子，你不办婚礼，不告知家长，你说你成何体统？实际上，听到顾祁东说他和林一已经结婚的事情，老爷子是高兴的。他这些年一直盼着孙子能成家立业，孙子的事业如日中天，可是婚姻大事从来不提，也没有听说他有固定的女朋友。这下一想，明白了，这小子一直惦记着人家姑娘，一直等着呢。爷爷，我错了。林一在一旁看着顾祁东的脸由白到黑，又由黑到白。这个时候，他只要乖乖地站在顾祁东的身旁，他是绝对可以平安无事的。可也不想老爷子为难他，就开口对着顾老爷子说道：爷爷，嫁给祁东是我愿意的。婚礼繁琐，我和祁东都并不喜欢。我的父亲已然知道我和祁东的婚事，而现在你们也知道了。他父亲神志不太清楚，知道不知道都无所谓，
林一想，这应该算不上谎话。不行！老爷子一声吼，吓得顾其东和林一的小心脏挺跳了几秒，纷纷看着老爷子。必须举办婚礼，我的孙子怎么可以这么稀里糊涂的结婚？婚事一定要办，而且还要办到分外的隆重。顾老爷子笑道。这下张慧欣不同意了，刚想要站起来说话，就被老爷子给阻止了。慧欣，爸等会跟你聊聊。自然是知道这儿媳妇会反对，可老爷子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一些恩恩怨怨还是早放下的好，何必纠结一辈子？一辈子的时间不长，不能总活在痛苦之中。忘记过去的悲痛，重新开始才能幸福。老爷子说完话，就见自家的另一个孙子从外面回来。顾其北看到哥和一姐都在家里吃饭，忙走上前去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顾老爷子在家里地位最大，当然要先喊他。妈妈、哥哥、一姐。老爷子声音一粗，喊嫂子。顾其北摸摸头，反应过来，忙喊林一嫂子。一旁的张慧欣气得脸都黑了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你去哪里了？这些天往外跑是怎么回事？身体刚好就多在家里休息，不要老是往外面跑。张慧欣看着一脸白净的小儿子，责怪道，语气中不乏心疼。顾其北看了一眼林一，对着张慧欣的眼神有些闪躲。这些天他确实每天都出去，去的还是同一个地方，可这绝不能对他妈妈说。妈，我是成年人了。你都20几岁的人了，当然是成年了。这么晚回来，肯定是饿了，快坐下来吃饭。顾其北忙坐下，免得又被盘问。老爷子叫厨房的厨师多炒几个顾其北爱吃的菜，一家人继续吃饭。离开春秋园，林一颗吊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，瞧了瞧顾其东的脸，问，就这么完了？他们结婚的事情就这样告诉了他的家人，而他的母亲没有他预料中那样吵闹。顾其东开着车子，不由得一笑，你还想怎样？他的母亲是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，实际他的心里是很明白一些事情是不能牵扯到林一和他的家人身上，可是丧失丈夫的疼痛让他不能放下。今天爷爷会找妈好好聊聊，他会想通一点的。林一半懂不懂地点点头，心里想他母亲若是能想通，就不会5年过去了还想着拆散他们。清朗的夜空，没有一缕清风，安静而祥和。林一看着车窗外一家家精美的店铺，停车。我们出去走走。他突然大吼，差点惊到顾其东。顾其东看了看外面，见林一想去逛逛，便找了个地方停了车子。林一一下车就拉着顾其东进了一家店，在里面随意的看着，也不是一定要买些什么东西，只是想要看看。顾其东也就跟着林一逛，漫不经心，两人紧握着手，显得美好幸福。这个如何？林一拿起一本红红的证书，上面写着好老婆3个金色的字样。顾其东一笑，看你表现，我就给你发这个证书。他搂过林一，贴着他的耳朵又说道，尤其是床上的表现。林一心里又气又恼又羞，不甘示弱，拿过手边另一本证书，在顾其东的眼前晃晃，同样贴着顾其东的耳朵说，你若是能做到1夜7次，我就给你发这个证。顾其东看着证书上写着牛郎证这3个字，轻快地笑了，搂紧了怀里的女人。这个证就免了，你若是想，为夫倒是愿意效劳。林一彻底败了，就知道赢不过顾其东这个伪君子。在他们身旁走过的一对小情侣，看到林一和顾其东闹起了别扭，女孩子扯着男孩的衣服，气恼地说，你看看人家，你连拉个手都不愿意。男孩子看上去有点羞涩，瞧了一眼林一和顾其东，大庭广众，这样不好。说得一板一眼。哼，这个不买了，我不跟你结婚了。女孩子把手里的结婚证扔下，转头就往店外面走。男孩忙拿起结婚证，付了钱，紧跟着追了上去。林一笑，他们真可爱。顾其东看着桌上的一本结婚证，很自豪很得意地说道，这证我们家里有，不用买了。林一错愣，翻看桌面上的其他证书，有什么男朋友证、情人证、
好老师证等等。林一喃喃地道：“怎么就没有离婚证呢？我们家好像没有。”顾其东听到离婚证这3个字，二话不说，拉着林一就往店外面走。哎，我还没有看完呢，你怎么就拉着我走了？林一朝着顾其东吼。顾其东面无表情，眼神冷淡。林一，别跟我提离婚这2个字。林一嘴角一抽，他有说过离婚2个字吗？他说的可是离婚证3个字。还有干什么这么敏感？他又不跟他离婚。这大街上的有不少人扭着头看着他们俩，还真以为他们小两口为了离婚而吵架呢。林一有些无奈了，拉过顾其东的手，忽然发现他的手有些冰冷，想要松开，可顾其东紧握住他的手，不让他脱离。我们回家吧。林一乖乖地依偎进顾其东的怀里，这个男人是怕他离开才会这么紧张的。突然觉得心里暖暖的，被爱的滋味真的很好。顾其北是每天都去医院看望林胜，只是林胜呆呆的，好似并不认识顾其北。只是偶尔看着顾其北的脸，他会出神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过几天你好多了，我带去你玩好吗？顾其北一边给林胜剪指甲，一边说道。林胜瞧着顾其北的头顶，愣愣的发呆，并不言语。顾其北抬头瞧了一眼林胜，叹了口气，接着又低头给他剪指甲。你知道了，原来我哥和一姐早就登记结婚了。林胜的手猛地一抽，顾其北差点伤到他，不解地抬起头看向他，见他一脸的激动，怎么了？林胜没有反应，顾其北也没在意，帮他把指甲剪好，说：“我让在新加坡照顾我的医生到国内来了，让他给你看看。他是个著名的心理医生，他或许可以治好你。”林胜挺安静的，顾其北忍不住多说了几句：“他人长得美，性格也好，我母亲一度想让他成为我的女朋友，可惜我怕自己配不上他。”林胜突然紧握住顾其北的手，眼眸牢牢地锁住了，眼睛里面不知闪动着什么，有些愤怒，有些不悦。你是怎么回事？顾其北的手腕被他抓得有点疼，林胜一个老男人，力道难免有些重。持续了几秒，林胜放开了顾其北，又像个没事人一样。顾其北看着被他抓红的手腕，有些生气地瞪了他一眼，抬起手在他眼前晃晃，假意生气地道：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都红了，不知道我会疼的呀。”林胜猛地又抓住顾其北的手，这次他的动作特别的轻柔，将顾其北的手放在嘴边轻轻地吹，目光柔和细腻，饱含深情。顾其北突然觉得气氛有点不太对劲，手腕处痒痒的，心也跟着狂跳，忙挣脱开林胜的手，站起身：“我回去了，下次再来看你。”说完就逃也似的走出了病房。病房里的林胜怔怔地瞧着自己空空如也的手，发呆。忽然他的唇角轻轻地勾起，笑了。老爷子的一句话，顾家全家上下就给林一和顾其东筹办起了婚礼。休息日，顾其东坐在沙发上，林一躺在上面，头轻靠在他的腿上。他有一下没一下地拨动着他的发丝，屋内放着轻缓的音乐。他低头亲吻他的发丝，看着他轻闭着的眼睛，问：“你喜欢怎样的婚礼？真要举办婚礼吗？”林一猛地睁开眼睛，看着顾其东深情款款的眼神，心不由得一动。和顾其东没有登记结婚之前，他想过无数次和顾其东结婚的场景，想过说我愿意3个字的画面。可和顾其东结婚之后，就从没有再想过举办婚礼，婚礼已然变成了一个仪式，可有可无。2个人在一起，最重要是彼此靠近的心。爷爷说要给我们举办隆重的婚礼，那么婚礼就绝对不能寒酸。顾其东捏捏他的下巴，笑说。林一抓住顾其东的手，猛地咬住他的手指，咧嘴呵呵的笑。婚礼隆不隆重，寒不寒酸都无所谓，只要他身边的人是他就行。林一看着顾其东的眼神，他的目光越来越火热，下一刻他突然被他压倒在沙发上，他咬着他的下巴，狠狠地说：“又调皮啊！今晚的晚餐我要吃你做的。”林一突然说道。顾其东有点跟上他的节奏，捏捏他的脸，又接着揉了揉，就不怕吃了拉肚子。放心，
我教你。顾其东突然摸上他的敏感，吓得他惊呼了一声。他咬着他的耳垂，低沉暗哑地在他耳边说，不如我教你怎么做更加的舒服。林一轻喘着气，从来不会服输的他，伸出爪子扯着他的衣服，发狠地说，小心铁杵磨成针。顾其东听了不怒反笑，反而更加的张狂。林一扭着身子猛躲，顾其东倏然擒住他的红唇，辗转反侧了一番，贴着他的唇，狡黠地说，还不知道昨晚哪个女人说太多了，太深了。顾其东，你流氓！林一破口大骂，拍打着他的身体，滚开，滚开！顾其东猛地横抱起他，往房间跑去，还边说，乖一点，爷教你，你会舒服的。林一顿时风中凌乱了，刚才坐在沙发上还是温馨美好的画面，现下就是猥琐少儿不宜的画面了。这个周末怕是又要在床上度过了。林一真怀疑顾其东是在努力播种，想要生出个宝宝来。床上太过于激情，太过于火热，太过于癫狂，以至于林一晚上躺在床上不想要起来，一脚把顾其东踢下床，让他给他准备晚饭去。顾其东酒足饭饱，就乖乖地下厨做饭。林一刚在床上休息，就接到了林胜的电话号码，很意外他哥哥居然会打电话，他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哥，出来，我要见你。他哥哥的声音很低沉沉重，不似生病的人。林一心里说不出的震惊，挂了电话，忙下床穿戴好衣服。顾其东端着一碗清汤面进来，看到穿戴整齐站在床边的林一，露出不解的表情。你这是怎么回事？要去哪里？顾其东看到他握着的手机，谁给你打电话了？林一顿了一会儿，才说，我哥在医院有点事，我去看看。不知怎的，他并不想跟顾其东说他哥哥给他打电话，而且他哥哥的神志清醒了，似乎是回到了以往那个自傲的林胜。我陪你去。林一想了半会儿，点点头，好。他们是夫妻，有些事情并不适合隐瞒，尤其是在他哥哥的事情，越是隐瞒，误会就越多，以后解释起来也越是麻烦。顾其东载着林一去了精神病医院，进来医院的病房，林胜很自然地坐在床上。他看到林一的那一瞬间露出笑容，可当看到林一身后的顾其东时，笑容僵住了。哥，你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？林一见林胜的眼神特别的明亮，并不呆愣，心中不免高兴。林胜说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醒过来之后就好了，就打电话给你了。他说的话很清楚，说的特别的明白，林一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可也没有多想。哥，我现在让医生再给你检查一遍，如果真的没事了，我就给你办理出院手续。林一瞧了眼身旁的顾其东，转而看向林胜。林胜点了点头，好。林一出了病房，去喊医生。顾其东在床边坐下，瞧着林胜的脸，真好了。我以为你会一直装下去呢。顾先生在说什么？装什么呀？林胜一脸的疑惑不解的模样，嘴角微微的勾起。没什么，不过现在大哥得喊我妹夫了，我现在是林一的合法丈夫。顾其东冷笑，他愿意装就让他装。医生来了，给林胜做了一系列的检查，最后确定他一切都很健康，才办理了出院手续。因为急忙，林一也找不到好的地方给林胜住，就干脆让林胜住在了他和顾其东的家里。卧室内，我看你这一晚都冷着脸，你是不是不高兴哥住在家里啊？林一依偎在顾其东的怀里，抬眸看向他。顾其东的手摩挲着他的香肩。他是你的哥哥，也就是我的哥哥，我怎么会不高兴呢？是你多想了。酒店火灾意外，顾其东有90%的把握是林胜干的，但这件事并不好跟林一直说。现在林胜没事了，不知道他要做出什么事情来，顾其东免不了有点担心。可是别多想了，睡吧。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早点休息。第二天，顾其东陪着林一去超市购买家里需要的东西。走过生活用品区的时候，顾其东很自然地把夫妻床上用品扔进购物篮了。林一瞥了一眼各种口味的套套，想起上次在酒店里的事情，
后来他把酒店的套套全部用在了他的身上。你用得着买这么多口味的吗？林一看了看问。顾其东扬起邪魅的笑容，抬手手指轻轻划过他微凉的脸颊。如果你告诉我你喜欢哪种口味，我就用不着买全部的口味了。经顾其东这么一说，林一想起那次在床上，顾其东逼问他到底喜欢哪种口味，他赌着气就是不说，结果就是顾其东将全部口味的套套都用完了，也没有逼问出他到底喜欢哪一种。你不会又想故技重施了吧？林一心里隐隐有后怕，他可不想在床上被顾其东折磨了。每次事后他神清气爽，而他腰酸背痛。看你表现。说完，顾其东就推着购物车往前面走。林一反应过来，已经离顾其东好几步远了，忙快步跟上，扯着他的衣服问：“那个，其实我们用不着那么多，不如放一些回去吧，免得他被他在床上折磨致死。”顾其东根本就像是没有听到他的话，盯着面前的物品，问：“这个你家里是不是没有了？该买点回去了。”林一一愣，转头一瞧，竟是一大片的卫生巾，脸色大红，不是羞要是恼。你看人家老公这么自然的陪老婆买卫生巾，你看看你，我就是让你陪我过来看看，都死活不肯。一旁一女士指着她老公的头怒吼着。林一有些无语，随便拿了几包扔进购物车内就想走，可哪知顾其东竟然站在那里不走，将他扔进去的几包卫生巾重新放回购物架上，很自然地说：“我记得你用的不知这么品牌，你一般都用7度空间。”说着就挑了几包他常用的卫生巾放进购物车内。林一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，摸了摸鼻子，看了看四周的人群，转过身慢慢地往前走，缓缓地扬起个笑容。顾其东推着购物车往前走，看着前面慢走的女人，觉得幸福其实很简单。快步上前，勾住她的腰身，说：“说吧，还需要买什么？去食物区看看。”走到食物区，林一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他一动不动地望着。顾其东发现他不对劲，怎么了？我好像看到杜柔。林一看着杜柔的声音，她穿着宽大的白色衬衣，长发已经剪断，认真地挑选着鲜奶，她的神情特别的专注。林一有点不太置信，因为他看到杜柔的小腹有些微微的凸起，虽然被宽大的衬衣掩盖着，并不明显。可是身为准妈妈特有的扶腰的动作，让林一确定杜柔她怀孕了。顾其东顺着林一的目光看去，果然是杜柔。顾其东，她好像怀孕了。林一想要上前，可惜被顾其东给拦住了。你干什么拉着我？我要去问问她，为什么怀孕了还要跟浩秋离婚。林一，这并不关你的事。顾其东缓缓地说。他是我的朋友，浩秋也是我的朋友，他们的事情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顾其东抓住林一的肩膀，说：“他们2个人的事只有他们能处理，你参与进去并不能化解矛盾，反而使得问题更加的麻烦。在超市看到杜柔的这件事，你可以告诉陆浩秋，但是你不能参与，你知道吗？”林一想也是，陆浩秋和杜柔离婚的事情有他一半的原因。上次如果他阻止杜柔提出的要求，也许他们并不会离婚。林一没有追上杜柔，只是看着杜柔买了一些东西离开。顾其东和林一回到家的时候，林胜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哥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今晚给你做你最爱吃的宫保鸡丁。林一一边将一些食物放进冰箱，一边说道。林胜应了一声，扭头看向在一旁沙发上坐下的顾其东。妹夫，我有点口渴，能给我泡杯茶吗？顾其东面无表情，沉默了几秒之后才起身给林胜泡茶，将茶水放在他的面前。哥，你今天一天都没有出去吗？林一的声音从厨房传来。林胜抿了一口茶水，我一个大闲人，不需要出门。妹夫，我通常喜欢喝闪毛尖，并不喜欢这碧螺春。林胜将茶杯放下，不再喝一口。顾其东拍了拍西装上的褶皱，风淡云轻地说：“我打算下个月和林一举办婚礼。”林胜一下子面色有些僵，嘴角抽了一抽，盯着顾其东看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而顾其东坦然地与他对视几秒之后，站起身往厨房走去。厨房里的林一眼角瞥看到顾其东进来，问：你怎么不陪我哥聊聊天？顾其东这张儒雅的面容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，在林一不设防的情况下圈住他的腰身，低头吻了吻他的颈脖。陪你哥聊天，我更愿意陪你下厨。林一颈脖上一痒了，微微闪躲了下身子，低低的笑。我觉得我哥不能这么下去，他待在家里没事干也不是个事儿。你说我要不要帮我哥安排个工作？安排工作，还不如给他安排一个房子。林一假装生气地拍了拍顾其东的手臂，说：我就知道你不高兴我哥住在家里，想赶他走。顾其东抓住林一的手，你要这么想，你哥一个大老爷们住在我们夫妻小两口的家里，他肯定会别扭，我们也不能在家里想做什么做什么。比如，此刻顾其东压低了声音在林一的耳边说：此刻把你压在琉璃台上，任我为所欲为。为所欲为4个字刚落，林一就一把将顾其东的身子推开，捶了几下他的胸口。你就不能说点正经的事情？顾其东挑了挑眉道：我在外面够正经了，到了家里在老婆面前不正经，不行吗？老婆？林一额头3条黑线，点点头，行，但你别妨碍我做菜。顾其东突然伸手去抓林一的痒，痒得林一大叫四处躲藏，我就妨碍了。厨房外面坐在沙发上的林胜听到林一的笑声，微微侧过头听了一会儿，又转过头看向电视节目。他的嘴角冷冷地勾起，顾其东，我是不会把我妹妹交给你的。秋末的太阳和煦，微凉的秋风吹过脸面，舒适而沁心。莫西走在大街上，心情可就不怎么好。本来今天他跟李俊说了，今天他请他吃饭约会，谁知李俊突然跟他说有事不能来。可他在电话这头听到那边有女子的惨笑声，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正事，有事也是陪着其他女人玩。心里淡淡的失落，在大街上看到一对对温馨甜蜜的情侣，伤感和忧郁就跟着而来。他昂起头看天空，突然发现1楼层上面的有个人站在天台上。莫西的第一反应是，他不会是想要跳楼吧？很快的，莫西以飞快的速度往那座楼跑去，直接上了阳台。他跑到阳台上之后，气喘吁吁地看着那个背对着他的男人，喘着粗气吼道：你别想不开啊，千万别跳楼。随后莫西拨通了报警电话，10分钟之后，警车迅速地到了楼下，布置好一切。在天台面上站在的男人傻掉了，转过身看向莫西，脸色愤怒。他本来是打算跳楼的，可是方才他就突然不想要跳了，只是觉得从这个角度看风景特别好，他就想多站一会儿。可谁知下面来了这么多警察。你别激动，千万别跳楼。不管发生怎样不如意的事情，都不要灰心丧气，人生的路还长着呢。莫西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近男子。这时候警察都赶到了，跟在后面的还有实时报道的记者。当摄像头转向莫西的时候，记者发声竟然是同行莫西十分的惊讶。李俊坐在郑子浩的家中，无聊地看着电视节目。郑子浩从厨房拿了一杯咖啡出来，坐在他旁边。我说你没事干在女人去啊，跑我这来算怎么回事？我刚从女人那里过来，你现在又让我去，就不怕我精尽人亡啊？李俊嫌这电视剧太矫情，女人哭哭啼啼的就是烦。他拿起遥控板就换节目，一个个的看过去。李俊，你丫的一个处男，在这说什么精尽人亡？郑子浩大笑道。这小子看似女人一大堆，实际根本就没有真的玩过，顶多亲亲小嘴，摸摸小胸。真让他真弹实枪的上，他估计没几分钟就泄了。何况就李俊这张妖孽脸蛋，看到他跟女人在一起，郑子浩都有种错觉，他是个女人，他在和女人搞同性恋。李俊被郑子浩说中了通脚，一脸的便秘样，狠狠地瞪了一眼郑子浩。别过脸看电视，看到一则直播的新闻，他猛地睁大了眼睛。他的手探入口袋，摸出手机，该死的，他根本就没有记那个女人的电话号码。哦，对，他今天打过电话给他，他忙查看通话记录，拨通号码，
该死的女人，你在干什么？李俊一开口就是这句话。莫西刚想要开口说话，谁知要跳楼的那个男人居然伸手甩开他的手，他的手机就这样跳楼了。你干什么？莫西朝着要跳楼的男人吼道。要跳楼的男人瞪视着莫西，不许你打电话。就是这个女人打电话，引来了这么多警察。莫西抓狂，抓了抓头发，吼道：你神经病啊，我的手机啦！他好不容易下定决心买的手机就这么没了，他要哭死啊，都是在这个要跳楼的男人惹的祸。李俊听到一声啊的叫声，通话就结束了。他站起身就往外面走，神色紧张又带着一丝气愤。郑子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，也不拦着他。李俊的车子一路狂奔，车速都超了120了。他的脑子就是一个念头，那个笨女人不会为了他跳楼了吧？不就是不跟他去吃个饭，至于吗？李俊赶到的时候，面前的场景是这个的：莫西和要跳楼的男人面面相对，不知道在争吵着什么。警察站在不远处，在劝说，但是警察一旦开口却说，莫西和要跳楼的男人就齐齐转过头，对着警察说闭嘴。李俊有些搞不懂现在是什么情况，他喊了一声莫西。莫西正在和面前的男人讨论手机赔偿问题，听到李俊的声音，一个转头看向李俊，看到李俊美丽的容颜，他扬起了一个笑容。李俊跟警察商量了一番，说让他试试去劝说。于是李俊一步一步地走进莫西，直到抓到莫西的手，将他强行搂入怀里。莫西看到李俊就傻了，笑呵呵地看着他，问：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你要跳楼？莫西笑得更大声了，谁说我要跳楼了？是他呀。莫西指了指面前的男人，男人也傻乎乎地跟着莫西点点了头，似在说，是的，是我要跳楼。李俊突然觉得头有点疼，他怎么会以为莫西这个女人会跳楼了？他可是撞了南墙都不回头的小强，跳楼这种事他肯定不会干。可他在电视里看到他站在天台，一副要跳楼的样子，他的心从未跳动的那么快过。还要吃饭吗？李俊忽然问。啊？莫西的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，疑惑不解地看着李俊。还要和我一起吃饭吗？莫西发觉他的肚子似乎饿了，忙点点头。李俊倏地笑了，放开莫西，一步一步地走向要跳楼的男人，说：你为什么跳楼？我的老婆带着我的钱和别的男人跑了，我不想活了。男人痛苦就地说。李俊嗤笑了一声，真是没用的男人，怪不得老婆要跟人跑，一丁点小事就不要活了。你还要跳楼吗？李俊探头看了一眼下面的警察弄好的气垫。你别逼我。男人突然很紧张地说。李俊笑而不语，突然一个抬脚，把男人从天台踢了下去。啊！男人一阵杀猪的叫声。警察不可置信地看着李俊，在采访的记者也傻眼，这忽然而来的情况震惊了每一个人的心。李俊却是看着下面气垫上的男人，轻飘飘地说：让你尝一下跳楼的滋味，看你下次还敢不敢跳。莫西亚的一声大叫，你好帅啊！突然扑向李俊，李俊忙侧了下身子，抱住莫西的身子就往里面走。这个笨女人，要不是她反应过，她这个小肥妞压过来，她非跟着她一起殉情跳楼不成。林一看着最新的新闻报道，看到出现在上面的李俊和莫西，笑得肚子都疼了。这两人真是般配，天生一对啊。顾其东从门口走过来，手里拿着一个包裹，他将包裹递给林一，莫西送的你的。林一拿过包裹，忙拆开，莫西真好，既然还记得给我这个媒人送礼物。顾其东走到一旁的吧台上，倒了一杯酒，转过头说，后面有一张卡片，刚才我看了，这是他送给你的结婚礼物。啊？是结婚礼物？他知道我和你要举办婚礼了？林一继续拆包裹，拆包裹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，对着包裹里的东西有种特别的期待。估计是李俊说的。林一打开包裹，朝里面一看，眨巴眨巴了眼睛。他缓缓地转开头，看向顾其东，见顾其东背对着他在喝酒，他忙合上包裹盒子。
顾其东拿着高脚杯走到林一的身旁坐下，看了一眼包裹。送了什么东西？林一咬了咬唇，说没什么。这个莫西居然送他这种东西。顾其东当然是看出了林一的不自然，也不勉强，抿了一口酒，把酒杯抵在林一的嘴边，诱惑地说，喝一口。林一开启唇要喝，顾其东忽然移开酒杯，低头吻上了他的唇，吮吸缠绵。他缓缓地闭上眼，嘴里全是顾其东的红酒味，醇厚的酒香味让他有点醉了。顾其东看着林一享受的表情，嘴角轻轻地勾起，淡淡地笑着。他一只手搂着林一，一只手伸向包裹，缓缓拿出包裹中的东西，眼角轻轻一瞥，他目光一顿。下一刻，吻得林一更加的用力。倏地，他偏头含住他小巧的耳垂。林一顿时觉得头皮一阵发麻，脑子瞬间一片空白，闷闷地哼唧了一声。顾其东的动作愈加的放肆，他的大掌灵活地探入他的衣服下面。沉迷其中的林一突然想到，他大哥还没有回家，他们此刻在沙发，若是被大哥看到，他忙去拉顾其东的手，谁知顾其东却挑逗着他的耳垂，他整个人有喜爱子就酥了。林一猛地睁开了眼，这一睁眼，他就瞧见了顾其东的手里的红布头，他的脸蹭的一下子红了，慌忙地扯过顾其东的手里的东西，扔进包裹里面，瞪视了顾其东一脸。这个腹黑险恶的男人，居然趁吻他的时候，偷偷地看他的包裹，真是坏透了。顾其东环抱着林一，亲亲他的唇角，说：“我想看你穿。”林一看着顾其东眼里的期待，说不出心里的感受。莫西送的可是情趣内衣，让他床上就那样站在顾其东的面前，简直是一种挑战。他抬手捏着顾其东的耳垂，真的要穿。顾其东以为林一被他说动了，打算穿给他看，忙点头。林一忽然诡异的一笑，松开顾其东的耳垂，用一个手指从包裹里勾起一块小小的布料，说：“这个是男士的，如果你说，我就把那个穿给你看。”林一挪了挪下巴。男士的情趣内裤就是一条线和一块小小的布，这块布就只能包住男人的重要部位。顾其东看着林一手上的红布，嘴角冷不防地抽了抽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林一就是料到了顾其东是绝不会穿的，所以才敢那么说。他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则新闻，就是一个高官穿着这种小裤裤在情妇面前发誓。林一的脑子中浮现出顾其东穿着这块红布头，站在床边对着他发誓，说永远只爱他。顾其东看到林一笑了，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林一忙摇摇头，没有什么，可嘴角的笑意就没有消失过。顾其东将林一扑倒在沙发上，吻着他的唇角，邪魅地问：“真的想要我穿给你看？”林一回吻了顾其东，点点头，他确实是挺想要看的，如果他愿意。你休想！顾其东猛地咬住林一的唇，唇角微扬，在花白的灯光下，他俊美的脸实在是性感。林一也不奢望顾其东真会穿给他看，和他缠绵了一番，轻轻推开他的身子说：“我哥还没有回来，我们在客厅这样似乎不太好。”顾其东脸色有点不太好看，这是他的家，在他身下的是他老婆，本来应该是他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可是现在却要顾及到另一个人，不管是谁都会心情不爽的吧。林一拍拍顾其东的脸，像是哄小孩子一样的说：“你就忍忍吧。”顾其东忽地横抱起林一，往卧室走去。忍这个词不适合我。后面是一片春光。顾其北有一天去精神病医院，没有看到林胜，后来才知道林胜病好了，已经出院了。接着后面好几天，顾其北都没有再见过林胜。那几天他总是无所事事，时不时的会想起林胜。他漫无目的的走在街上，突然一只手拽住了他，将他拉进了弄堂里面。那人将他压在墙壁之间，吻就那样肆意的压了下来。顾其北忽得很恐慌，心里一阵反胃，等闻到了熟悉的气味，看清了面前的人，他才将那股难受的味道给压了下去。顾其北推开林胜，愤怒地盯着他。林胜淡淡的笑，带着一股邪气，
完全无视顾其北的愤怒，手抬起轻轻地拂过他的唇面。想我了吗？顾其北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窜起，他全身僵硬地背靠着墙壁。此刻的林胜回到了以往霸道、专制的模样，幽深的眸子深不见底，让顾其北头皮发麻。怎么不说话？林胜嘴角的笑容一直扬着，轻轻地捏住顾其北的下巴，低头亲吻了一下。顾其北猛然甩开他的手，别碰我！林胜眼眸一沉，陷入暗色，沉声说道：顾其北，我说过你要么别出现在我面前，要么就成为我的人。林胜在遇到顾其北一直完全是个性取向正常的男人，他从没有刻意的与女人隔开距离，他有女人，却没有爱上一个女人。后来直到遇到了顾其北，他才知道他不是不会爱人，而是没有碰到一个他爱的。后来他的顾其北出现了，只要是他爱的人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他爱的他就要得到。自从跟顾其北挑明他对他的感觉，顾其北就对他闪躲，不愿意见他。林胜没有办法用了强的，直到现在他还在后悔他使用了暴力。可是如果不使用暴力，他永远呢都得不到顾其北。顾其北身子微微颤抖，林胜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再出现在你的面前了。林胜瞧着顾其北惨白的脸色，突然觉得心疼。可是听到他的话激起了他身体里的暴力因子，他倏地抓住顾其北的手，紧紧地握着。顾其北，我给过你机会了。这个男人疯了，生病了，他想过要放开他。可是他又忽然出现在他的面前，每天照顾他，他还怎么放得开他呢？顾其北看到林胜眼里的决断，心中一冷，嘶吼道：林胜，你这个变态，我是男人，我们不可能在一起。顾其北实际对林胜都是喜欢的，可是道德与世俗的枷锁一直压得他喘不过去。后来他生病了，他疯了，可以忘却掉一切，忘记这个叫林胜的男人。林胜忽地笑了，眼睛弯弯的，他将顾其北的手放在嘴边，亲吻了一下，低头看到自己意料中的东西，笑容更加的猖狂。不可能是吗？那你为什么还戴着我送你的戒指？顾其北瞧着自己食指上的戒指，慌乱的想要拿下来，可是被林胜给阻止了。别再骗你自己了，顾其北。如果你告诉我你能爱上别的女人，我就放过你。我有女朋友了。顾其北很冷静地说道。他不能跟林胜在一起，不可以。他的疯掉，害他的父亲出车祸去世，这是他和林胜的罪过。这件事不可能说忘记就忘记，他不能和林胜在一起，绝对不能。哪天带出来给我看看？顾其北点点头。林胜看着顾其北柔和的面容，忽然觉得怀柔政策比较适合他，于是软下心，说：吃饭了吗？我请你去吃饭。顾其北确实是没有吃饭，点了点头。他已经好多天没有看到林胜，想要跟他多待一会儿。顾其北像个孩子一样要求去必胜客，林胜对于顾其北的要求从来是不会拒绝的。他说想要去必胜客，那么就去必胜客。必胜客。顾其北拿着一块披萨吃，眼角偶尔瞥一眼林胜。林胜自然是看到了顾其北的小动作，没有挑明说什么，就只是淡淡的笑。路过的客人看到这两个男人，觉得这两人特别的爽气，一个柔和，一个霸气，竟然有种说不出的和谐。顾其北的嘴角沾上了一点面包屑，林胜很自然地抬起手帮他抹去。顾其北身子一僵，定定地看了林胜一眼，忙低下头，他的脸竟像个女孩子红了。顾其北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运动套装，带着青春活力，而林胜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，十分的帅气。好吃吗？林胜问。顾其北见林胜从坐下就没有吃过一块，他将手里的递过去，你尝一口。林胜就着顾其北咬过的地方咬了下去，吃得津津有味，可是顾其北看着心里麻麻的，有种被林胜亲吻的感觉。真好吃。林胜笑着说道。顾其北点点头，不再说话。一夜的缠绵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入卧室内，林一连睁开的力气都没有，浑身酸痛。他很不想要起床，可是今天要上班，起床是件必然的事情，可是真心不想起。
林一伸手很自然地捏着顾其东的耳垂，继续睡。顾其东早就醒来，一直瞧着林一，见他皱着眉纠结了一番，接着欣然地捏住他的耳垂接着睡，他心里一直都是暖暖的。林一，你想要拍婚纱照吗？想起一次他们路过一家婚纱店的时候，林一看着里面琳琅满目的各色婚纱，露出期望的目光。他想要穿上婚纱。林一模模糊糊听到有人跟他说话，他缓缓地睁开眼，看到顾其北的脸，他咧开嘴笑。想要拍婚纱照吗？顾其东又问了一遍。林一点点头，捏着顾其东的耳垂，轻身亲昵地蹭了蹭他的脸，却被他一脸的胡渣给刺到了，不满地皱起眉头。顾其东倏地吻住他的唇，他将他压在身上，用手指挑起了他的欲望。今天林一给我刮胡子，好吗？林一迷糊地点点头。浴室的大镜子前，林一站在一个小凳子上，神情专注地给顾其东刮胡子。他的动作小心翼翼的，生怕把顾其东给弄上了。顾其东倒是蛮享受这种感觉，神色慵懒。我们什么时候拍婚纱照？林一问。你想要什么时候都可以。林一思索了一下，说这个星期天可以吗？顾其东点头。陆浩秋自从知道杜柔在超市出现过，就时不时的去超市逛逛，却没有碰上杜柔。他每天都期待很看到她，每天失落而回。这一次陆浩秋照旧在超市闲逛，他去了杜柔常买的物品架前面，看了很久，他正打算离开。走到拐弯口处，他转头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，他的小腹微微凸起，手搭在小腹上，认真地看着购物架上的物品。陆浩秋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，他就那么愣愣地站在原地，看着杜柔，眼里满是柔情。她还是那么的美，陆浩秋的心荡漾着。找了这么多天，终于见到她了，可他却不敢靠近，只是这样静静地站立，专注地看着她。一个小孩突然向杜柔跑去，陆浩秋眼看着小孩要撞到杜柔了，他忙快步过去，将杜柔搂入怀里。杜柔惊到了，心错乱地跳着，抬眼看到陆浩秋的那一刻，感觉时间都静止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陆浩秋紧张地看着杜柔，像是没有听到他的话一样，问你有没有事？杜柔摇摇头，挣脱开陆浩秋的手，缓缓地站稳。现在这种情况，杜柔也不知道说些什么，实际她从没有刻意地躲过陆浩秋，也从没有想过隐瞒她怀孕的事情。她也是在离婚之后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。既然孩子已经存在她的肚子里了，她就想要把他给生下来。而孩子不可以没有爸爸，所以她并没有打算不告诉陆浩秋。杜柔，陆浩秋此刻是紧张的，错过的爱是否还可以重来？杜柔抬眸看着陆浩秋，这个男人她曾经爱过，现在依旧爱着，只是不再期望他能够爱她。我怀孕了，孩子是你的。杜柔淡然地说，手轻轻地抚摸着小腹，面容上带着母性的光辉。陆浩秋红了眼眶，他到底是在做什么，让自己爱的女人离他，而且他还怀着孩子？让我照顾你们。陆浩秋恳求。杜柔坚定地摇头，虽然他有那么一刻想要答应，但是理智告诉他，他们已经离婚了，不要再有过多的牵扯。陆浩秋并不勉强，提出开车送他回家，这次杜柔没有拒绝。爱有时候需要天时地利人和，如果你爱这个人的时候，他恰好也是爱你的，那么你们就幸福了。如果他比你迟爱上的话，你会伤心会难过，但幸福依旧会到来。婚纱摄影馆，林一对着顾其东威逼利诱，要求他穿女士的婚纱，而他穿燕尾服西装拍婚纱照。让顾其东穿婚纱，他怎会同意？于是林一正在给他思想工作。你到底穿不穿？林一怒了。顾其东坐在沙发上，翻看着手里的样本相册，抬头看着林一，说吧，什么条件？林一眨了眨眼，这个该死的男人，每次都这样。一跟他要求一些东西，他就跟你提条件，奸商就是奸商，一直想着自己的利益。条件？这次条件肯定不能太廉价，否则顾其东肯定是不会答应的。到底是什么条件好呢？
顾其东也不着急，等着林一慢慢想。林一突然想到了，忙在顾其东的身旁坐下，附耳过来。顾其东瞧了他一眼，顺从的轻身过去。林一贴着顾其东的耳朵，说了一句话。顾其东顿时两眼放光，看着林一，像是在问，你确定？到底愿不愿意穿？条件我已经说了，你不想穿就算了。林一装作无所谓的说道。顾其东笑，好。顾其东同意了。林一从沙发上窜了起来，立马叫好工作人员，让他们把他选好的婚纱给顾其东。先生，您的婚纱。工作人员礼貌地将婚纱递给顾其东。顾其东面无表情地接过，倒是林一在一旁笑得欢快。先生，需要我们帮你吗？工作人员又说道。林一忙阻止，说，不用了，我帮她穿就行了。她才不愿意让别的女人看到她老公精壮的身躯，那是她的专属。顾其东看到林一眼里的占有欲，心里别说有多舒服了，也就没那么在意穿婚纱这件事了。进了换衣间，林一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顾其东穿婚纱的样子，于是他特别主动地为他脱衣服。脱了西装之后，林一替他解衬衫纽扣，一颗一颗地解。顾其东低头看着林一，心酥软了，他的手轻划过他的胸膛，身子轻轻一颤。他一把扯起林一，堵住他的唇，舌头霸道地进入，纠缠着他的。两人的呼吸纷纷凌乱粗重，林一还不忘接顾其东的衬衣，衬衣解开后，他忙伸手强行扯下。顾其东的上身一下子就赤裸裸了，林一接着就去解顾其东的皮带。这下顾其东受不住了，他忙拉住林一的手，身子倒在他的怀里，在他耳边喘着粗气。别乱动，不想我在这里要了你，就安分点。林一感受到顾其东身子的紧绷，虽然说在换衣室里确实很激情，但现在不是时候，也不是地方。我出去，你自己换。林一缓缓地往左边移动，像是螃蟹一样。可是顾其东猛然抓住他的肩膀，灼热的气息扑面而来，灼热的吻印在他的唇上，柔软的舌尖侵入，肆意的翻搅，温柔撕磨。林一并不挣扎，并不反抗，直到男人的征服欲在这个时候特别的强烈，若是他反抗，后果会很严重。因此，享受是最好的选择。顾其东将头埋入他的颈脖处，轻轻地咬了一口，声音低沉，出去吧，等我。林一点点头，出了换衣间。待顾其东从换衣间出来的时候，林一已经穿好了燕尾服西装。哈！林一看着顾其东穿婚纱的样子，实在是忍不住地笑了。他扑入他的怀里，仰着头看着他的脸，你真美，真的，我都妒忌了。顾其东圈着他柔柔的身子，说，我今晚等着我的福利。林一笑容一僵，只能认命，谁让他说他愿意穿上那套莫西送的情趣内衣伺候他呢？说出去的话就像是扑出去的水，是收不回来的。何况顾其东都将婚纱给穿上了，看着他穿婚纱的样子，觉得自己的条件是值得的。快，给他套一个假发。林一对着站在一旁的工作人员说道。还在偷笑的工作人员忙止住笑容，找了一个假发出来，卷卷的大波浪。顾其东戴上假发，化上妆，真的看不出来他是个男人，简直就是个精致的美人了。穿戴整齐之后，林一挽过顾其东的手臂，粗着嗓子说，老婆，我们去拍婚纱照吧。顾其东脸色一黑，接着又笑了出声，因为他的女人居然给自己按上了假胡子，实在是有点搞笑。摄影师对着这一对活宝是用尽自己的才华，拍出了一对极美的照片。林一很满意，顾其东很无奈。这一天，他们拍完了所有的照片要半个月后才能拿，林一就和顾其东回家了。累了一天，林一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回到家都躺在沙发上不想动弹。顾其东则是进了浴室洗澡，洗去了一身的疲惫。他穿着浴袍出来的时候，林一还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。晚上想吃什么？顾其东问。林一睁开眼睛，转头看向顾其东，瘪了瘪嘴，不想吃，我连吃的力气都没有了，我想睡觉。
说着，他又躺回沙发上，闭上眼睛睡觉。顾其东失笑，你先睡一会，我去叫餐。等林一醒来的时候，室内一片黑暗，他喊了一声顾其东，忽然餐桌上的蜡烛亮了起来，悠缓的轻音乐缓缓地响起。顾其东缓缓地走向他，林一觉得有些梦幻，他这是在搞什么呀？顾其东牵起林一的手，拉他起身，搂着他的腰，缓缓地起舞。喜欢吗？林一勾起一个甜蜜的笑容，点头。突然这么好，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？顾其东淡笑，你说呢？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，在外面养小的了？林一狐疑地看着顾其东，你每天都把我榨干了，我哪有机会出去养小的？去你的！顾其东抱紧林一，轻轻地摇晃着身子，你是不是该实现你的条件了呢？林一一阵恶寒，忙推开顾其东的身子，双手抱胸，哦，你果然没什么好事，弄这么一出就是想要我。顾其东，我看透你，你就是这么肤浅的男人。林一借此生事，就是想要躲过这么一劫。顾其东不逼他，走到餐桌前，说：“先吃饭。”林一慢慢地挪到餐桌前，看着桌上美味的食物，忽然觉得饿了，就坐了下来。他瞧了瞧顾其东，见他没有什么反应，可林一不相信他就这么放过他了。喝点酒如何？顾其东开了瓶伏特加，举着林一面前，问道。林一看着桌上点着的2根蜡烛，想这算是烛光晚餐吧，烛光晚餐就应该配点红酒，于是他点点头。顾其东为林一倒了一杯红酒，将高脚杯放在他的面前，尝尝看，味道如何？林一抿了一口，在国外的时候他经常喝酒，虽然喝的是廉价的啤酒，可他还是练出了一点酒量。顾其东见林一爱喝，就多给他倒了一杯。伏特加自然是和啤酒不一样，酒精浓度高多了，所以林一理所当然的醉了。顾其东横抱起林一，上楼，将他放在床上，轻轻地吻着他的唇。林一，穿给我看，好吗？林一迷迷糊糊地看着眼前的一抹红色，一把扯过，嘟囔道：“我要睡觉，你陪我。”接着，林一搂过顾其东的颈脖，将他压在身下，靠着他的胸膛，捏着他的耳垂睡觉。顾其东深深地吐了一口气，颇有些无奈，今晚他累了，就绕过他。顾其东因为工作要出差几天，他要在婚礼之前将要完成的工作都做好，抽出时间结婚和度蜜月，所以最近这段时间他会很忙。睡前，林一接到顾其东的电话，立马振奋起精神。顾其东，我想你了。林一直截了当，一点也不矫情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顾其东不免心神一荡，很想要抱着自己的老婆狠狠地亲一个，可惜2人隔了10万8千里，只有靠手机传情。林一，你有没有好好吃饭？顾其东，你一点也不浪漫，我说想你了，你居然问我有没有好好吃饭。林一正了正嗓子，像是有点不高兴的样子。顾其东在那边轻笑，他的脑子里是林一撒娇的模样，可惜实际上林一是扑在床上讲电话，一点也没有小女人的样子。林一，我不在你身边，照顾好自己。哼哼，你不在我更自由的，想找哪个小白脸就找哪个小白脸，还是用你的钱。遇到过我这样的，其他男人你还看得上眼吗？顾其东有些自傲地说。林一轻笑，是啊，都没有男人跟你比。早点睡吧。顾其东打算挂电话。林一知道顾其东这个时候给他电话，他肯定是还在工作，忍不住心疼他。顾其东，我不在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。电话挂断，林一躺在床上有点睡不着觉，他想要见到顾其东。第二天，林一向陆浩秋请了假，订了顾其东所在城市的机票，接着就飞往 A 市。他跟顾其东打电话，知道他住在哪个酒店，于是直接订了那个酒店，住了进去。林一走进客房，就迫不及待地拨打了酒店的电话，总机的服务小姐非常热情，问他有什么事。林一之前给顾其东打过电话，试探地问出他住的酒店号码，于是他跟服务小姐说，请帮我接0018号房间。好的，您请稍等。很快，电话响了2声，
就听到顾其东性感富有磁性的事情。你好。林一捂着嘴，偷偷地笑了几声，接着他捏住鼻子，嗲着声音对着电话说：先生，我好寂寞呀，你想要特殊服务吗？他可是之前特意打电话确认过顾其东在酒店房间里。顾其东相当的厌恶，冷冷地说了一句谢谢不用，就挂点了电话。